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5号，大家好啊！哇，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啊，真是在11月能有这样的天气，真的是非常的少见。不过11月25号嘛，这个日子想必懂的人都知道，在这个节日当中能有如此好的天气，我们也是要感恩上天的馈赠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趁着好天气要去超市采购啊，家里头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要去买一些食材，买一些日用品。那正好也借着今天外出去超市的这个机会，给大家看一下乌克兰基辅现在的物价是什么样。同时，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也要跟大家分享，在乌克兰留学，在这边读书需要花多少钱，在这边工作和生活需要花多少钱。那么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油，食用油，乌克兰果然是葵花籽大国啊！它现在物价飞涨的今天，油倒是没怎么涨价。像这种平时我们经常用到的，Stoddard 这个品牌，叫什么 Stoddard 叫千锤百炼，才63，这个53，当然它这个更小啊。Stoddard 是1升的63，这个是850毫升的53， 61，差不多就都是这个价格。当然，今天我不需要买油，因为我家里还有。咱就看看菜。土豆，домашняя bila，就是农村自产的白土豆，29一公斤。这个应该是今天新上的，我要买一点，这个很便宜。因为土豆的话，平时都是这一种44的，44块9毛9，45的这种，或者是这一种，就是这种沙坑的土豆。它这种的一般是不便宜，而且质量的话很一般。但是今天既然有了这个的话，我们来一点。我都挑好了，准备来称重的时候，我看到这有更便宜的土豆啊，差10块钱。它这个是原价40一公斤的，怎么说呀？就反正，啊，今天还是最后打折最后一天，那就来这个呗。4公斤，我吃了这么多吗？你看看吧。土豆，为什么没有啊？啊，这儿4公斤的话96啊，来吧。苹果我肯定是需要买，这个是37块9毛9，38，都是38。那边的青苹果34，来青苹果吧。来青苹果吧。西红柿94、95这种 tomato rojevy， 这个是就是亚洲地区的这种番茄。这个乌克兰斯基这种是欧洲地区的，还有这一种辣椒159、160，黄瓜也是169。就这些菜，冬季和夏季价格相差非常大。
那些都是有钱人吃得起的。这个卷心菜69、70，也是比较贵的。然后这一种卷心菜是45，这种很硬啊。这一种，如果我们亚洲人中国人平时吃的话，更习惯这种更符合我们亚洲的口味。这个炒，无论是炒还是凉拌，它都是有一股塑料的味道。大白菜，他们当地管这个叫北京白菜，价格涨了1倍。哎，鸡蛋现在倒是降价了，降了不少。原来鸡蛋最高的时候到8块多一个，合人民币1块多了。现在倒是降下来了，降到了6块3毛9一个。盒装的话，基本上都是60、70。你像诸如这一种81块9毛9、82的，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。鸡蛋的话，家里还有，暂时不需要鸡蛋。白菜家里也还有，也是暂时不需要，等吃完了再说。这是各类的肉，五花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后腿吧，应该。然后这是我也分不清，里脊，反正大约都在个10几到20多100克。如果是1斤的话，就是100多。啊，я ще думаю. Я ще думаю, да. Добре, дякую. 他以为我要买，但是肉的话，我暂时没有买的计划。肉馅儿10几，鸡肉，哦，就大概就是这些。回来了，买了一桶洗衣液，这个是乌克兰自己的品牌，而且做到出口，它很便宜。这是刚才我们在超市里弄的那4公斤的土豆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炒米饭，这个在下一个视频里头我会用到啊，因为我自己家里边的那个蒸米饭用的那个电笼屉它坏了，所以我在家没法蒸米饭，我都是用锅煮的米饭，煮出来也可以炒，但是效果不如这种，所以买的现成的炒米饭。你俩不许打架。特殊的节日嘛，买了点火鸡，炸火鸡。因为我每天在电脑前工作，所以能量饮料是必不可少的。还有湿巾，这个清理厨房很有用。同时呢，还买了这个3个苹果。我们来看看一共花了多少钱。这个就是今天去采购买的东西，花了665格里夫纳。按照现在还是41的汇率算吧，你们觉得这个价格高还是低？就我们在这边长期生活的人来说，最近这个11月，物价涨了很多很多啊。我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往期消费的，同样都是在 Silibol 一个超市，可以对比一下。10月份它的物价水平，再看11月份它的物价水平，其实差了很多很多。哎，对，这个很有代表性。看当时的番茄，多少钱？再看现在的番茄，很贵啊。再看到肉，肉的话，现在里脊肉、五花肉价格比较高，但是鸡肉还好，就是比如说鸡翅。鱼的话，乌克兰虽然是一个沿海国家，但是最近
这段时间它没有什么太好的鱼来在市场上出现。然后就是一些面食，这个我们平时吃的也少。你像在这边亚洲人，最多的你像肉啊、蛋呐、然后这个水果蔬菜呀这一类的东西，还是日常消费的主力啊，还是平时你看姜、辣椒啊，还有这些白菜，这是我们平时买的东西，嗯、价格不低。好，看完了今天买的这些东西，基本上就知道每个月你在生活上面需要有多大的开销。因为今天买的东西包含了一些日化的用品，如果说刨去日化，只说吃的话，按照一个人这种饭量，差不多2到3天的食材，大概在个格里夫纳300到400之间。我们就按照人民币100来算的话，那么一个月下来就是3000人民币，这就是在基辅生活的大概的这么一个费用开销。如果再加上住，你像我的这个房子租金在$200到$300之间，冬天的话呢稍微要贵一些，因为包含了采暖，我们就按$300算，其实到不了啊，其实到不了。我们就按$300算，那一个月再加上这$300，这就是2100，我们就按7算吧，5000多块钱，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了。然后除此之外，你像我在这边现在是用的工作签证，工作签证的话是需要开公司，是需要办理劳动许可，这个是你需要有一笔单独的费用准备出来的。每2年你的劳动许可要延期一次，你的公司的税务是要按照月份来交，这个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了，因为每个人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状况它不一样，他交的税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呢，我们根据这个点赞还有评论的情况，可以考虑单开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，在乌克兰拿工签到底是一个什么流程，并且他要花多少钱。除此之外，就是留学生了。我们就以基辅市首都师范大学为例，啊，不是首都师范大学，说错了，口误，就是以乌克兰国立师范大学为例，一个普通的本科，它的学费大约在个$2600之间一年，再加上你的住宿是$1000一年，基本上就是3600，再加上杂七杂八你的保险、你的这个学杂费用，一年在$4000，就是要花到学校去的钱，你的身份就是由学校来做了。除去了一年的$4000的学费还有学杂费之外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月在个5000左右的生活费。注意啊，这个钱它只是说提供你个人的日常的饮食起居，我在这里头还没有算交通的费用。如果算上交通的费用的话，差不多一个月$1000是够了，一个月$1000是肯定够了。当然，你像我现在外出，我自己也不会开车，我也是更多的是搭乘这个公共交通，因为开车的话，就是懂的都知道，现在基辅的这种交通状况，你开车可能反而更煎熬一些。除非是我要拉一些货、收发货的时候，我可能需要一辆车去开它。如果日常我自己外出的话，我根本不会选择开车的，公共交通反而是最便利的。基本上我们就推断下来吧，一个月$1000是你在这边日常生活的基本开销。这个不包括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社交啊，我们出去啊，可能出去吃饭呐、去餐厅啊，去商场或者逛街啊什么的，这个还不包括这个。如果是你要有去商场逛街，可能要去再有额外的一些消费，那你需要再给自己的生活多出来一部分预算。当然了，话又说回来，常年生活在海外的我们这些人都知道，那些无用的社交啊，有没有都一样。甚至说
把它都切断，那些无用的社交、没有用的人，早点断联系，反而对自己是一个帮助。那么好吧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。今天日子比较特殊，我买了炒米饭，我买了苹果。这期视频做完以后，马上我要去干一件事儿，同样的也要在今天发出来。我们接下来去看看吧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，大家拜拜。